2025年的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悄无声息的经济转变，从大商场关闭、美容院退场，到网红主播集体撤离，消费力的下滑不再是统计数字，而是真实发生在你我生活中的改变。而当连专业的经济学家说出真相都要被晋升，我们更应该问一句：中国经济的寒冬是不是已经到了？今天我们来看4个正在发生的事，领略中国经济令人倍感寒冷的景象。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大家看看这个女网友室内剧下讲述她老公中年失业的事啊，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崩盘，很多家庭开始雪崩了，这才刚刚开始了。16岁，昨天失业了，半夜12点钟回到家的。他是90年的，马上40岁了。我们家负债60万，家里有2个男孩子，一个6岁，一个5岁。我突然发现人生忙忙碌碌10年载，到头却是一场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土木行业做了10多年，没有社保，没有假期，没有补偿金，现在是一夜回到解放前，每个月的开支的话至少要5位数以上。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女子哭诉，90后快40岁的丈夫在土木行业做了10多年，突然间失业了，家庭负债60万，家里2个男孩，最大的才6岁，家中每月开支至少要5位数以上，今后如何生存？他的困境却是今天无数中国家庭面临的困境，经济崩溃，失业率暴涨，万千家庭雪崩，而这种崩溃已经到处可见，在中国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角落。你还记得10年前走进商场的那种热闹吗？灯光闪烁，楼层里人来人往，扶手电梯满满的人，周末想找张餐厅的位子都要排号半小时。但今天呢，曾经的老牌商场北京王府井、百盛、天虹，一个接一个，说关就关。商场里冷冷清清，有的连整层楼都黑着灯，这个信号很明确，中国的零售业撑不住了。我们先来看数据，中国24家上市的零售公司，今年前3季度财报摊开来看，只有2家实现了营收和利润双增长，剩下的呢，一个字，惨。其中20家传统零售企业总共只赚了不到8亿元，和去年近70亿相比，直接蒸发了近 90% 的利润。而且像豫园股份、中央商场、广百股份这些老字号，利润下跌居然超过 100%， 已经是开始赔钱了。数据不好看，实体也撑不住了。北京王府井曾经是中国商场界的天花板，可今年不仅营收跌，净利润也腰斩超过70%，还不断关店。光是4月就一次性关掉了北京新燕莎、茂里的3家门店。更夸张的是，从年初到现在，至少10几家老朋友级别的商场说没就没了。31年历史的北京百盛复兴门店年底关门，15年历史的深圳横港天虹商场9月关门了，超过20年的兰州新世界百货也停业了。上海太平洋百货徐汇店、梅陇镇的伊势丹都在这2年里陆续关闭了，还有南京、长沙、惠州，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人说，我们这儿的老商场没了。有人说这像是集体告别的仪式，但对商户、对消费者来说，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倒数计时。如果你还不觉得严重，那我们一起打开抖音，输入商场冷清人流这几个词，弹出来的影片真的是一个接一个，不夸张，你会以为自己走进了空城。深圳罗湖的珠宝商说，以前这边都人山人海，现在没人，没单子，没生意。南昌青山湖万达，整个美食广场关了一半，连知名餐厅都走光了。杭州西子国际是高端综合体，现在10室9空，连健身房都撤了。徐州、成都、西安
博主们一边拍摄一边问，这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上海寸土寸金的七浦路商圈，曾经租金高达每月7000元一平，现在500块都没人接手。有网友问，怎么突然不行了？其实不是突然，是长期累积的结果。首先是钱包扁了，消费降级了，这几年裁员减薪，钱难赚，花的也少。像王府井、西单走中高端路线的商场最先被淘汰出局，北京的零售总额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了。另外，线上电商对实体店也造成了冲击，买东西一键下单，2小时送到，实体店谁还去？传统商场的优势没了，变成了价格更高、选择更少的累赘。同时，盲目新建商场太多，超出消费所需。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大型购物中心吗？超过6700个，而且还在不断开。2025年上半年新开120多个。上海平均8万人就配一个大型商场，而东京是20万人配一个，那这密度不崩都难。以前逛商场是一种周末娱乐，是城市人最熟悉的家庭休闲和社交方式。如今手机一滑，外送一订，一切都被搬到了屏幕上。但问题是，当实体商场越来越少，我们的城市还剩下多少烟火气？这场零售寒冬何时才是尽头？商场空了，消费淡了，大家都在问，中国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可就在这时，有人想说真话，却被晋升。接下来我们来看，说真话的经济学家高善文是怎么被消失的。高善文11月24号被官宣离职了，其实他是被查、被封、被晋升之后，默默退出舞台，原因只有一个，他说了当局不让说的真话。高善文北京大学经济系出身，在中国经济界资本圈是个大咖级人物，早年进入光大证券，后来转战安信证券，当了18年的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安信变成国投证券，他兼任了国投产业研究院的院长。简单来说，他是中共金融系统中的体制内良心之一，而他真正被人记住的不是他的头衔，而是他敢说真话的胆量。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当时他受邀到美国华盛顿参加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合办的会议，那不是一般研讨会，是国际级舞台。在那场会上，高善文说了一句让中共高层炸毛的话，他说，我们不知道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真实数字，我猜可能平均只有 2%， 虽然官方数字说是 5%。 他还补了一句说，未来3到5年的增长率大概也就是 3%、4%， 但官方的数字你懂的，永远会写成 5%。 他还对北京是否真的有能力提振经济表示怀疑。他的话在西方学术圈里是稀松平常的经济预测，但在中共体制内，就像在习近平面前说皇帝没穿衣服一样。结果很快来了，不久后，高善文的社群账号被全平台封禁，他从此在媒体上消失，公开演讲全停。直到2025年11月24号，中国证券报低调披露，高善文离职了。蹊跷的是，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上已经查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像是被删号一样彻底。华尔街日报今年1月就已经爆料，高善文在那场演讲之后直接惹怒了习近平本人。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看了他的那段发言后勃然大怒，亲自下令查处，他不容忍任何质疑中国经济韧性的声音。高善文虽然没有被立刻开除，但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注定要被消失。而且高善文并不是唯一一个出事的专家，
唱衰经济的后果很严重。2024年8、9月，中国社科院副所长朱恒鹏也被抓了，原因是他在私人聊天群里说了几句经济不好和对习近平含蓄批评的话。结果朱恒鹏被拘留免职，名字从官网抹掉，从清华的研究机构也被消失了。你或许会问，这些经济学家又没煽动什么，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因为习近平根本不想听坏消息。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次经济顾问讲到中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习近平竟然反问道，通缩有什么不好？东西便宜了，大家不是应该更开心吗？他这话一出，让决策圈里的人再也不敢提通缩2个字，成了禁词。如此这般，才导致中国经济今天陷入恶性循环，债台高筑，房地产泡沫爆炸，外资逃离，消费信心接近历史低点，经济学家被晋升，媒体被收紧，留下的是一个没有反馈机制，也没有纠错能力的经济体系。你觉得一个连经济学家都不能自由说话的国家，它的经济会健康吗？高层不愿听坏消息，更不愿百姓知道坏消息，但底层的现实却从不撒谎。就拿看似不起眼的美容行业来说，如今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倒闭潮。当中产阶级握紧钱包，缩减支出，这经济还能好到哪去？曾几何时，做脸、护肤和理疗是很多中产女性的刚需，周末抽个空美一美是对自己的犒赏。但如今从上海到杭州，从北京到温州，各地美容院正在一间一间关门大吉。有人刚续了1年的卡，1万多块，美容院说关就关。也有人发现整条街的美容店都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中国生活美容报告披露，今年上半年全国美容门店倒闭率高达 37.8%， 接近40%店撑不下去。据浙江商会调查，光是浙江一省今年就有400-500家美容院关门或转让。在上海、杭州这些高收入区域，连锁美容品牌也纷纷撑不住了。一位行业内人士说，现在一天来几个客人就算不错了，没有每天2-3千的流水，基本撑不下去。房租、员工社保、税费，每一样都是压力山大。对消费者来说，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实打实的损失。北京中国银行的一位王姓主管对媒体说，我经常去的美容院突然就关门了，门口连张通知都没有，我刚续了1年的卡，1万多块呀，就这么没了，真的特别生气。店关了，电话打不通，充值的卡也退不了款，谁来负责？谁能讨说法？这一轮倒闭潮本质上不是美容业的错，而是整个中产阶层开始消费降级了。现在就业崩塌，收入减少，外企撤离，中产最先感受到钱包变薄的现实。来自上海的何女士说得很直白，现在家庭一紧张，美容绝对是第一个被砍掉的。以前说老公一有钱，老婆就去美容店，现在呢，撑生活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心思做脸？而且不只是美容院在跌，韩国进口化妆品销量也在直线下滑。从事韩妆代理的何女士说，以前一个客户1个月来几次，现在半年见不到1次，大家都开始算着花，消费心态变了。甚至连男性理发都在降级，过去剪个头花30-50是常态，现在大量10元理发开始出现。这背后是整体城市服务业的低端化，是一种全面收缩的信号，是整个中国服务业的缩影。当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客流下滑，重复购买周期拉长，商家收入自然跟不上成本，接着就是倒闭裁员，
然后是更多人收入降低，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中国中产阶层集体节衣缩食的信号，是中产失落的真实缩影。如果说美容店的接连倒闭是现实生活中的节衣缩食，那么接下来这一场崩盘则揭示了另一种幻象，网红经济的破灭。曾经风光无限的直播行业，如今也撑不住了。还记得几年前，网红主播直播带货，哪怕只是在镜头前喊几句“家人们冲啊”，就可能月入10万，年薪100万。但现在，曾经诞生过无数直播传奇的城市杭州，正在目送这场网红盛宴走向落幕。杭州网红大楼租金腰斩，主播成群撤离，网红经济的泡沫在破灭。说到网红经济，必然想起杭州的丽晶国际大厦。巅峰时期，这里聚集了近2万名主播和从业者，号称一栋楼撑起半个淘宝直播。双11期间，这里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每天从早拍到晚，光是在电梯里都能碰见10来个穿着礼服、背着补光灯的主播。但今年双11却是一片冷清，门口摆着10几块房产中介牌子，醒目的写着急租降价，租金从原本3000至4500元一间，跌到现在只要1200至1800元。整栋楼里不再是化着浓妆的主播，而是普通的上班族和中老年住户。一位房产中介苦笑着说，这里以前是网红的天下，现在我手上就有好多套房子急着出租，没人接。你可能会问，那些当年火红的直播主、带货王都去哪了？资深电商主播满满说得很坦白，2020年那会儿谁开直播谁赚钱，但现在我同期开播的朋友大半都杳无音讯了。现在整个行业已经饱和，不管是主播还是投资人，很多人都开始离场。这场离场潮不只发生在草根网红身上，像疯狂小杨哥、新选集团、向太等头部网络创作者公司、网红经纪公司也相继撤出杭州，这是一个产业的集体收缩。你或许还记得直播带货的火爆，最早就是在疫情期间被推上神坛的。全国居家不能出门，直播成了新通道，从美妆、服饰到电饭锅、房子，甚至火箭，全都能在直播间卖。但短期刺激的需求终究会回落，直播的热度还没退完，中产的钱包却先扁了，消费能力、平台红利、投资热度全线下滑。直播行业从曾经的印钞机变成现在的赔钱货。一位业内人士说，现在想靠直播赚钱，除非你是第一批进来的，要不就得砸几十万广告费才有人看你。这波直播退潮在网络上也炸了锅，不少网友留言说，虚假的繁荣终于醒了，现在不是主播难做，是全行业都难做，大家都没钱了，直播怎么带得动货？是啊，当消费力撑不起来了，一切华丽的营销手段都是徒劳。朋友，你觉得网红经济的未来会怎样？欢迎留言说说你的观察和感受。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